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在我的后面，一个不起眼的巡警站忽然飞了出去，一只通体金属的硅基生命从里面钻了出来，大踏步地向着我的重型武器平台扑了过来。这就是硅基生命？没错，从外形判断，原型大概是一台拖拉机。看来硅基生命被辐射之后所拥有的能力和本身的能力是相关的。用近防炮试试它的成色。明白。2门近防炮从车顶伸了出来，对准了后面紧追不舍的拖拉机人，一连串金属风暴扫在了拖拉机人的身体上，各种零件被打得纷飞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拖拉机人的2条胳膊和半个脑袋就被打成了碎片。可是拖拉机人就像是没事一样，继续向着我紧追不舍。而且由于近防炮的声音，把周围停留的硅基生命也招惹了过来。2个明显是车子变形的硅基生命一左一右从路口冲了出来，准备在前方堵截。旁边的高楼上，一个微波炉变形的硅基生命正在楼顶上不断的窥视着，寻找着机会。还挺结实的，上阿达兹导弹。明白。2发阿达兹导弹从发射架激射而出，向着那2个从前面冲出来的汽车人射了过去。由于距离极近，那2个汽车人根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，迎面被导弹击中了胸口。一辆由丰田变成的汽车人当场被炸成了碎片，另一辆由骑士15式变成的汽车人倒是勉强保持了整体性，只不过身体内的机械出了问题，身体上不断的冒着电火花，但是却怎么也无法爬起来。这时后面一直紧追不舍的拖拉机人似乎是看到了机会，猛地一跃扑向了我的车子，想要趁机上车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发炽热的激光击穿了他的脑袋，拖拉机人失去了控制，趴在了车上，缓缓地滑落了下去。此时一直在楼顶观望的微波炉人似乎感觉到了机会，从高楼上一跃而下，跳到了车顶上。结果还没等他有所动作，整个人又直接飞了起来。在他的下面是一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，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凭空爆炸，顺便将微波炉人炸成碎片。我将车子停到了那个骑士15式变成的汽车人身边，亮出了1130近防炮，开始扫。打光了半条弹链之后，这个汽车人的脑袋彻底被打碎，终于停止了动作。看来这些家伙也是能杀死的，只不过要彻底将脑袋打碎才行，而且身体也比那些变异生物要结实，速度也更快，有点麻烦啊。尽管我有了附近区域的3D 影像，也有了高级的雷达，但是这些硅基生命和那些变异生物不一样，它们没变形之前和普通的设备几乎没什么两样，红外热源也没什么差别。看来还得找出一种有效对付他们的武器才行。此时我已经不敢在城市停留了，我需要赶快出城。现在的城市是硅基生命的优势战场，在这里和硅基生命作战太吃亏了。我开着车在城市里急速狂飙，想要快点离开这里。我刚刚来到了一家3星手机店前，10几个手机人忽然从里面冲了出来，趴在我的车子上，直接自爆了。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，幸运的是我的装甲经过几次强化，异常的结实，除了被熏黑了一点之外，没什么损失。看着手机店，我一阵的心有余悸，幸亏是3星，要是诺基亚，自己的装甲恐怕就要被洞穿了。我看了看前面的家电一条街，不由得感觉一阵的头疼，谁知道里面还藏着多少硅基生命。算了，有杀错无放过。我将 MK41垂发系统里的导弹换成了战斧导弹，对着前方的电器街展开了地毯式轰炸。一连串战斧式导弹射向了电器街，将一间间店铺炸成了碎片。几个侥幸未死的硅基生命从废墟里冲了出来。我刚才是不是经过这里？我怎么看着这景色有点眼熟？这片区域的景色都差不多。777小姐，要不要再来点机油？我这里还有最新款的泡糖刷，柔软顺滑，保证没有残留。用过的都收好。一只机械臂将一只泡糖刷递到了777面前，777两眼放光，就像是看到了逗猫棒的大局一样，双手捧着泡糖刷爱不释手，左摸摸右蹭蹭，并且把炮口亮了出来，用泡糖刷认真清理着炮口。看到777的目光都集中在泡糖刷上，临近系统悄悄地将行进路线进行了修，车子开始缓缓转向，兜了大圈子。这么一圈下来，估计又要浪费1个小时左右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轰炸之后，我终于冲出了城区，来到了荒野上。这也太不平衡了吧！硅基生命这边优势也太大了。行驶在公路上，我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。不同于城市，荒野之中没什么电子器械，如果有硅基生命想要在这里伏击，我一眼就能发现，然后远远一发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过去，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。没有了这些干扰，我的行动速度迅速加快，以2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着水牛城急速狂飙，大约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我来到了水牛城下，而777则还被豪华房车带着在水牛城附近兜圈子呢。那东西具体在什么地方？在雷曼公司的写字楼里。能不能直接空降夺取？
开始分析可行性。小爱同学对照着3D 地图开始研究起危险性来。这是我根据3D 地图的分析规划出来的路线，避开了所有高危风险区域，安全通过概率为90%以上。那就按照这个线路来吧。2个螺旋桨弹了出来，重型武器平台缓缓升起，向着远处的雷曼公司大楼飞去。嘈杂的螺旋桨声将很多硅基生命吸引了出来，那些硅基生命从窗户里探出头来，对着我怒目而视。一些比较激进的直接用自带的武器对着我攻击，各种口径的枪械声响成一片。然而他们的枪械口径太小，哪怕打到装甲上也是不疼不痒，最多刮掉点涂料而已。我懒得理会他们，径直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向着雷曼兄弟的大楼挺进着。我来到了雷曼公司的楼顶，正要降落，眼前弹出了提示信息：在你即将降落的位置的楼下，躲着一只硅基生命，正准备用超长链锯偷袭你。顶层楼里面居然还藏着这么一个阴险的家伙，能锁定他的位置吗？因为楼板隔绝性能很好，无法锁定。那就从侧面绕过去。我绕到了大楼的旁边，顺着窗户往里看，在顶楼的大厅中，一名巨大的硅基生命手里拎着一把7米多长的链锯，凝视着天花板，亲耳听着声音，等待着我降落。好家伙，还真有，干掉他！